马斯克曾经有个把温室送到火星的伟大计划，他为了这个计划，曾经3次前往俄罗斯，试图购买火箭，但不仅没有成功，还被各种羞辱。于是，在2002年6月，马斯克成立了 SpaceX， 目标是研发低成本运载火箭。为了致敬《星球大战》中汉索罗的千年隼号飞船，马斯克把 SpaceX 的火箭命名为 Falcon。然而，在国内媒体激翻后，这个名字被翻译成了猎鹰，而且成为了最广泛使用的一个翻译。SpaceX 为了提高效率，和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火箭公司有所区别。首先 ，SpaceX 没有和波音、洛马等公司一样，把研发部门和生产单位分开，而是集中在一个设施里。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设计和制造人员的技术交流，带有一部分苏联科研生产联合体的性质。其次，其他公司为了降低成本，一般将部件的制造分包出去，但是 SpaceX 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减少研制过程中出现的买卖和利润分配，并通过大批量生产拉低成本才是王道，所以决定尽可能完整地构造供应链。在技术路线上 ，SpaceX 也有自己的选择。在猎鹰系列之前，完全由民营企业研制的火箭都是固体的，猎鹰系列却选择用液体发动机作为主动力。因为固体火箭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成本的飙升，为了实现性能和成本的平衡 ，SpaceX 的发动机使用液氧煤油推进剂组合，循环方式也是较为简单的燃气发生器循环和挤压循环。前者最后的产品就是梅林1型，后者则是茶隼，二者的性能都中规中矩。梅林1A 和茶隼都使用了真栓式喷注器，因为在此之前，全美国只有阿波罗登月舱的主发动机和它的改进型 TR-201使用了这种喷注器并量产服役，所以当时有人声称 SpaceX 得到了 NASA 的直接技术转移，但事实上，这是梅林发动机的负责人汤姆·穆勒从 TRW 公司带来的技术，而这个 TRW 公司正是 LMDE 和 TR-201的制造商。不过梅林的涡轮泵确实和 NASA 有点关系。梅林1A 的涡轮泵是 Barber-Nichols 公司生产的，而这家公司有生产马歇尔航天中心的 Fast Track 发动机的经历。在火箭柱箱的设计上 ，SpaceX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案，也就是飞行中压力稳定的半硬壳柱箱，俗称半气球柱箱。它可以看作完全压力稳定的气球柱箱和传统半硬壳柱箱的折中，在测试和转运过程中不需要通过充气来维持形状，但是加注推进剂以后必须保持增压的状态。它比传统的半硬壳柱箱更轻，比气球柱箱更方便使用，成本也更低，实现了干质比、便利性和成本的平衡。至于绝热供底柱箱可能带来的较高成本， SpaceX 相信大规模生产能够把这个问题抵消掉。SpaceX 最早给猎鹰系列计划的2个初始型号是猎鹰1号和猎鹰5号，这2个型号的技术路线都和上述一样，使用梅林1A 和茶隼，还有他们自研的半气球柱箱。1级柱箱的材料是2219铝合金，2级则是2014，它们都是比较常见的航天用铝合金，在不少火箭上都有使用。在半气球柱箱的加持下，猎鹰系列火箭的各级干质比都很优秀。猎鹰1号和5号还有换用铝锂合金材料的计划，干质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猎鹰1号是小型2级火箭，它最大直径 1.7 米，高21米，1级装一台梅林1A， 2级装一台茶隼，近地轨道运力670公斤，运载比超过 2%， 在同量级火箭中排名前列。在猎鹰1号的最初设计中，1级火箭是可以回收的，不过回收方式并不使用动力下降，而是用降落伞减速，然后在海上降落，因为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同时，为了尽量回收火箭部件，猎鹰1号的1、2级分离动力来源不是传统的反推火箭，而是安装在1级火箭上的气动推杆，因为前者不利于重复使用。猎鹰1号的定位有2个，首先，它是猎鹰系列的最小可行产品，它规模很小，可以用较低成本开发，承担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验证的任务。其次，它是 SpaceX 的第一种火箭，要投入市场竞争，目标是尽量减少单位质量的发射成本。而在半试验性质的猎鹰1号以后，猎鹰5号则是第一种完全的商业火箭。猎鹰5号也是2级火箭，按照最初公布的数据，它全长约29米，舰体直径3.6米，起飞质量约130吨，近地轨道运力4.2吨，还有1.25吨的同步转移轨道运力。从运力上看，它和退役的长征3号、德尔塔3000系处于同一量级。
但是从运载比来看，它远比后两者优秀。火箭一级装了5台梅林 1A， 2级有2台茶隼。总体设计上看，就是猎鹰1号的放大版。猎鹰5号同样计划用降落伞回收1级，按照 SpaceX 的规划，猎鹰5号将是 SpaceX 在短时间内竞争近地轨道市场的主力型号。它可以在未来继续改进，继续提高性能，从而抢占更多的发射市场份额。比如在2003年猎鹰1号和5号的发布会上，马斯克就画了一个增推版猎鹰5号换氢氧2级的大饼，预计近地轨道运力9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4.5吨，主要面向高轨发射市场。从运力上看，这个大饼刚好摸到了进入这个市场的底线，因为在21世纪初，大多数静止卫星的质量都在4吨以上，扣掉冗余的推进剂，加了氢氧的猎鹰5号刚好能发射最轻的那些卫星。不过，这个方案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大概是因为它需要使用洛克达因的 R110，而且可能导致成本大幅度变高。在随后的1年里，猎鹰1号正常进行研发，但是在2004年梅林 1A 开始测试后， SpaceX 发现发动机性能没达到预期，于是对梅林进行了一轮重新设计，但这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火箭的研发进度。差不多与此同时，梅林 1A 的增推版，也就是梅林 1B 开始研制。梅林 1B 不仅增加了推进剂流量，还把点火方式从火炬式点火改成 T-type 化学点火。相应的，猎鹰1号出现了换发的计划，猎鹰5号则改成在初始状态就使用梅林 1B 作为1级发动机。为了适配更好的1级发动机，猎鹰5号还扩大了柱箱规模，2级发动机改成一台真空版梅林 1B， 近地轨道运力也增加到6吨。同样在2004年发生的还有另一件事 ，NASA 提出让 SpaceX 研制一种运力比猎鹰5号更强的低成本火箭，并承诺在猎鹰火箭得到验证后，就一定会购买新火箭的发射服务。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我们知道这就是还在 NASA 内部酝酿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第一代龙飞船就是它的产物之一。SpaceX 考虑了多个方案，包括之前提到的氢氧2级，包括在梅林 1B 的基础上继续增推，还有捆绑各种助推器的构型和一个1级增加4台发动机的新型号。经过论证， SpaceX 最终选择了增加4台发动机，也就是后来的猎鹰9号。根据 SpaceX 官方的说法，他们当时认为这是唯一能实现成本、性能和可靠性3者平衡的方案。在2005年下半年， SpaceX 第一次向世界公布了猎鹰9号，并宣布将其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猎鹰9号主要是在猎鹰5号的1级尾段增加4个凸起的整流罩，塞下增加的4台发动机，9台发动机以9宫格形式排列，还有一个当时没有公布，但是在猎鹰9号上确实出现的变化是，火箭的柱箱材料从2219和2014铝合金换成了2198，干质比进一步提升。同时，为了适配发动机数量的增加，1、2级的规模再次扩大，火箭在直径不变的情况下，高度增加到47米，起飞质量352.4吨，近地轨道运力9.3吨，同步转移轨道运力3.1吨。同时，现在是次要发展方向的猎鹰5号被重新定位成少了4台发动机、加注量少一些的猎鹰9号，也就是说，二者除了发动机数量，几乎不存在任何区别。根据马斯克本人的说法，虽然把猎鹰5号的柱箱造小点能提高性能，但是保持猎鹰5号和9号的高度通用性，能简化测试和发射操作，节约的成本将抵消掉运力降低带来的收益损失。这种商业化的型谱设计理念和很多火箭优先追求运力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猎鹰9号除了光杆的中型构型外，还有捆绑的重型构型，包括捆绑2个猎鹰5号1级的 S5 构型和捆绑2个猎鹰9号1级的 S9， 后者是完全意义上的 CBC 火箭，也就是重型猎鹰最早的形态。猎鹰5号则没有捆绑的构型，因为此类构型的火箭和猎鹰9号在运力上有重叠，没有研发的必要。至于同一系列的猎鹰1号，虽然研发完成，但似乎被冷落了。这是因为 SpaceX 在研制和推销的过程中发现，和其他的美国公司相比，他们能把小型火箭造得很便宜，但是在发射价格上，他们比不过俄罗斯那些导弹改成的火箭。也就是说，猎鹰1号没有完全达到低成本的目标。虽然马斯克本人发文说猎鹰1号还会是我们运营的重要型号，如果卫星方接受这种新火箭，它还有大量发射的希望。但根据其他媒体的信息， SpaceX 已经有放弃猎鹰1号的想法，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猎鹰1号发射5次后就退役了，后续的改进计划也停留在大饼的阶段。在2006年，第一轮商业轨道运输服务竞标结束，
SpaceX 按照开发合同获得了2.78亿美元的研发资金，不过这些钱用在了龙飞船上，猎鹰9号仍然是由 SpaceX 自己出资研发的。根据后来发布的数据， SpaceX 在龙飞船和猎鹰9号的研发中投入了 4.5 亿美金，其中有约3亿是猎鹰9号花掉的。到这个时候，猎鹰9号已经成为 SpaceX 研发的重点，在未来的几年里，猎鹰5号被冷落，猎鹰9号则不断被改进，成为当今世界最主流的商业火箭。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本期视频全部技术资料来自卫星百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航天知识和资讯，请访问 science.灰机wiki.com。这里是卫星百科，我们下期再见。